为了一口猪肉，眼前的男人竟然当众下跪。看着如此狂热的时刻，让大厨又好笑又无奈。好吃到令人下跪的美食，来自这口冒着火焰的地炉。都点了，出炉了啊！随着一声呼喊，3头金光闪闪的大猪从火坑里横空出世，重达700多斤的猪肉，表皮金黄油花四溢，让人不由得咽了一下口水。相比于挂钩上的几只孱弱的小鸡，彪悍的大猪着实令人开了眼。对着大猪来上一刀，酥脆的猪肉便轻松地剥离开来，热气腾腾的烧肉滴答着油水，不断刺激着每一个人的味蕾。这就是名震山东的章丘皇家烤肉。烤猪刚刚出炉，老顾客早已闻着肉香赶来，自觉地在门外排队等待着。面对烤猪肥而不腻的口感，所有顾客都竖起了大拇指，更有甚者想要磕头拜师学艺。黄无中作为皇家烤猪的灵魂人物，他与猪肉已经打了40多年的招呼，猪肉行不行，他用手拍一下就知道。要想制作出正宗的皇家烤肉，必须选用200斤左右的大猪，用细腻的刀工如庖丁解牛一般，将猪大骨一一剔除，只留下皮肉相连的猪皮囊，然后每间隔2厘米就要将猪肉划开一刀。这样做既能让猪肉入味，也能避免猪皮在高温的灼烧下裂开。接下来选用八角、丁香、大小茴香等38种配料为猪肉去腥，均匀地撒上盐，给猪肉做一个全身按摩，帮助盐味渗透进每一寸猪肉。随着最后一捆柴火的进入，地锅里燃起了1米多高的火焰，只有这种熊熊大火才能点燃整猪的美味。待炉内柴火烟气散去，3只小猪就率领鸡群冲入锅中，经过几分钟的焖烤，整猪得以重见天日。正所谓世上没有2只完全一样的烤猪，它们需要根据猪肉表皮的颜色变化来判断烘制所需的时间，让每只猪都得到差别对待，这样才能让烤猪达到最佳火候。随着时间1分1秒的流逝，热气腾腾的烤猪终于新鲜出炉，一瞬间肉香四溢，覆盖了整座大院。刚出炉的猪肉外焦里嫩，烈火的炙烤让猪肉表皮的油脂更为凝练，最大限度上保留了肉的汁水。一口下去，直击灵魂的味觉刺激，点燃了人们喝酒的欲望。面对这样的硬菜，唯有章丘本地的纯粮食白酒才能与之匹敌。清透的白酒倒入墨色的搪瓷碗，食客们一边大口吃肉，一边大碗喝酒，颇有着武松3碗不过岗的气势。山东人豪放的酒局文化，在这样的环境里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剧毒的水银加上一杯新鲜童子尿，竟摇身一变成了可以吃的救命良药。它就是藏药传承1000年的左肽。因其是生产各种名贵藏药的药引子，所以又被誉为众药之王，更被藏族人视为千金不换的救命良药。不过左肽的炮制方法非常危险和神秘，全国仅有不到10人能够熟练掌握它的制作技巧。85岁的国医大师尼玛就是其中之一。首先第一步，尼玛使用即将失传的水银洗炼法，让水银从活跃的液体变成稳定的固体。这个过程只能人工徒手清洗，虽然带有手套，但如果稍有不慎，剧毒的水银就会对人体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。清洗后的水银经过40天的炮制，就变成需要入药的水银灰了。接下来把金银铜铁等8种金属慢慢捶打成薄片，然后将它们放入清喝水中煮沸。在这个过程中，需要加入一杯新鲜的童子尿，它可以去除金属中的毒性和杂质。反复持续1天的熬煮后，每片金属表面出现了一层黑色物质，这是童子尿发挥的关键作用。现在把煮过的金属擦干净，将其裁剪成3厘米的方片，就得到了纯净的金属。现在把金属片和木炭一层一层堆叠在干锅中，开始为期40天的煅烧。经过高温的催化，原本坚硬的金属就会变得十分脆弱，用手就可以轻轻掰开，这样就能轻易将其研磨成细粉了。接下来将金属粉末与水银灰按照比例混合在一起，被称为藏药之王的左肽就制作完成了。但是左肽是否合格入药，这需要尼玛用传统的方法进行检验。将左肽放入清水中，如果左肽中含有比水重的水银，那么左肽就会沉到水里，就证明炮制失败了。相反则成功。看着漂浮在水面上的左肽，尼玛将其放在舌头上，向众人展示左肽的安全性。中国科学研究院给出的报告同样也能证明左肽的安全性。然而左肽并不适合直接食用，而是作为辅料添加到其他藏药当中。此外，关于左肽的疗效以及治病的原理，至今仍是个谜。最后，你敢吃吗？男人将几只活蹦乱跳的螃蟹扔进火堆中，螃蟹还没来得及逃跑，就已经散发出诱人的焦香。将其从炭火中捞出来，不用清洗，撒上点盐，就可直接塞入嘴中，一口下去酥脆软糯，还有一股山林的清香。男人是住在阿瓦山的佤族人，在这里生活的人很少去城镇买菜，他们一直秉承着靠山吃山、靠水吃水的自然法则。为了迎接今晚的宾客，他背上孙女前往深山开始进货。他们来到一处小溪边，轻轻翻开一块石头，几只山螃蟹就窜了出来。这种螃蟹只有硬币大小，
通体呈灰褐色，因为个头小，如果不动的话，很难发现它们。孙女灵巧地将螃蟹拾起，迅速放入事先准备好的竹筒中。尽管螃蟹已经开足了马力，可依然逃不出它们的五指山。螃蟹在进入竹篓之前，孙女还要拿起来玩一玩。进山采货的过程在此刻像极了一场亲子游戏。虽然山螃蟹个头很小，但它们的繁殖能力却很恐怖。尤其这里的环境山清水秀，没有污染，随便翻动一块石头，下面就藏着它们的七大姑八大姨。阿瓦山还有一种隐藏在竹林中的美味。男人对着眼前的竹子指指点点一阵研究，他可不是想吃竹笋，而是掏出大刀向竹子砍去。只见里面露出了几只可爱的身影，这是竹虫。它们在竹节里吸吮竹子的汁水，一个个长得白胖肥美。在佤族人眼中，竹虫是富含高蛋白的美味，3两节的竹虫就可以做一盘菜了。烧螃蟹用的火来自佤族人家中的火塘，这个火塘终年不灭，只有在每年的1月份，佤族人才会熄灭火塘来祭拜火神，之后重新点火，日复一日的燃烧着。山螃蟹不仅可以烧，还可以油炸，高热的油温激发出螃蟹特有的鲜甜。据说最开始山螃蟹被佤族人拿来入药，它对于跌打损伤有着极佳的疗效。可谁曾想，这治病的药材竟然如此美味，山螃蟹也就慢慢被搬上了餐桌。到了晚上，宾客们如约而至，油炸螃蟹也上了桌，为佤族人平淡的生活增添了一抹别样的香气。餐桌上的一张张宽大新鲜的芭蕉叶就是佤族人的餐盘，而直接用手抓饭更是这里独特的传统习俗。勤劳的佤族人用他们自己的方式，在繁华喧嚣的现代生活中坚守着原始的独家味道。究竟是什么极品美食能让厨子害怕的蒙上眼睛？因为对于怕蛇的人来说，蒙上眼睛是烹饪这道菜最好的方法。菊花水蛇羹是广东顺德的名菜，它是一道由土鸡、水蛇和猪舌等食材做成的美食。据说这道菜原本是鸡猫蛇组成的菊花龙虎汤，后来在爱猫人士的谴责下，把猫肉换成了猪舌。因制作成本高，烹饪过程复杂，导致这道菜险些失传。想要做出最上品的菊花水蛇羹，其中作为配角的菊花就要花费半年时间专门培育。首先第一步，将整只土鸡和猪舌下水煮2个小时，接下来将处理好的丝内克煮到弯曲打结，然后把它想象成鳗鱼的样子，离开打结的肉，通过手撕的方法对其进行一些漏骨的处理，使它的骨肉分离，同时让骨头和身体保持完整的形状，最终焦白的鳗鱼骨和鲜嫩的鳗鱼肉就这么完好的分离开了。现在将土鸡、猪舌、鳗鱼一起放入坛中开始煲汤，只要温度够高，不用肥皂也能冒水泡，大火烹煮半小时，以最大程度的激发鳗鱼的鲜美。在高温中，肉类脂肪和蛋白质得到了充分的释放，汤色由清转浓，鲜灵的香气已经从汤里弥漫出去了。此时再用中火炖煮90分钟。现在将煮熟的食材全部捞出来，切成块状，准备一些竹笋和香菇，然后把它们再次放入锅里，倒入一些原汤，将所有食材烩于一炉。10几分钟后，汤汁渐渐被各种肉类吸收，肉质鲜美丰盈，汁水十足，只需加入少许盐分就能调出食材的鲜味。此时的汤色奶白，鲜甜浓郁，不由得让人食指大动。不过这还没完，菊花水蛇羹作为重要配菜的菊花还未登场。谭永强在春天就已经开始了菊花的培育选种，秋天白菊盛开，朵朵饱满多汁，剪断菊花的根部，只留下最舒展的花瓣，再经过淡盐水的淘洗，洁白晶莹没有杂质的菊花就处理好了。现在直接将菊花放入水蛇羹的顶部，保留菊花最原始的鲜甜，与精心处理的水蛇羹一同入口。看似平淡，实则绝妙的搭配，给食客带来最惊艳的味觉享受。鲜脆清甜的菊花中和了肉羹的油腻，浓郁的汤汁也冲淡了菊花的淡淡苦味，吃上一回就此生无憾了。由于菊花水蛇羹的选材精心，造价高昂，且具有时令性的特点，并不是所有来广东的人都有这个福气品尝到这道美食。看到最后，你们想不想尝一尝呢？这是一条腌了26年的鲤鱼，把它做成烤鱼，你敢吃吗？这样的鱼可不是你想吃就能吃到的。侗族酸鱼是贵州少数民族用来接待外宾的特色菜，是只有贵宾级的客人才能享受的待遇。侗族人爱吃酸，有着无酸不成宴的说法，而酸鱼腌制的时间越长就越酸。像这样一条腌制了20多年的酸鱼，吃起来酸香咸甜，这种积年累月酿造出来的味道被侗族人视为珍品。首先制作酸鱼的鱼并不是普通的鱼，而是侗族人在自家稻田里养的稻花鱼，无需任何饲料和人工喂养，鱼的食物完全依靠稻田里的植物和虫子，这样养出来的鱼肉质紧实而鲜嫩，是制作酸鱼最好的选择。石海菊是三江侗族县的侗族人，他们家每年都会腌1桶酸鱼。中秋节前后，石海菊自家的稻花鱼长得肥硕饱满，他将新鲜的稻花鱼开膛破肚，在鱼肉上撒下一层厚厚的生盐，然后将其挂在屋檐下风干。1个月后，鱼肉风干的差不多了，新的糯米也成熟了。石海菊将收割来的糯米用猛火煮熟，倒入一个大木盆中，浇上用米酒
葱姜、辣椒调制的汤汁，然后用手将汤汁和米粒搅拌均匀，接着用风干好的鱼肉包裹住这些裹满汤汁的糯米。这一步完成后，一条条裹满糯米的草鱼被石海菊逐层放入特制的木桶里，浇上特殊的汤汁，将木桶内的空气排出，最后盖上木盖，让糯米在木桶中慢慢发酵。剩下的就是漫长的等待，短则1-2年，长则几十年，这些酸鱼才能重见天日。稻花鱼经过长时间的腌制，其味道醇香，肉质红润，嚼在嘴里不但不烂，竟还有些紧实。酸鱼的吃法很多，最原始的就是直接用手将鱼肉撕开生吃，这样可以品尝到原汁原味的酸鱼。但当地人最爱的吃法是用剪刀将酸鱼剪成鱼肉条，然后直接扔到炭火中进行炙烤。炙烤过程中沾染的草木灰无需去除，可直接食用。这样烤制出来的酸鱼，除了原有的酸味和咸味，又多了一股炙烤带来的香气，简直就是下饭的不二之选。起初，侗族人的先祖为了保存粮食，将鱼、肉等进行腌制。经过漫长的岁月，人们已经不再缺乏食物，先辈们赖以生存的手段演变成了一道稀奇的美食。美味的酸鱼不仅满足了侗族人爱吃酸的味蕾，更是在时刻提醒着侗族人要感谢自然的馈赠，珍惜这些来之不易的粮食。这是最玩命的辛酸职业，它可以让你10分钟赚2万，也可以让你的家人肝肠断。上来2万，上不来200万。他们就是拿命换钱的工程潜水员，人称工地水鬼。水鬼顾名思义，这是一个与水有关的职业，无论是盖楼还是架桥修路等项目建设，首先要做的便是打桩。在打桩过程中，如果遇到了复杂的地形或者巨大的水流冲击，钻头极有可能出现被卡住或者掉落的情况，这时就需要工地水鬼的帮助。他们穿上潜水服，拿着氧气管，钻进满是泥浆的桩口，深入地下几10米，把钩子挂在钻头上，任务就完成了。说着简单，但做起来却十分艰难。在浓稠的泥浆中下潜几10米，视野几乎为0，所有的过程全靠双手摸黑进行，再加上强大的水压和复杂的环境，意外随时都有可能发生。下潜过程中，绳子还有可能被钻头或者异物缠住，有时甚至会遇到桩口塌方。更残忍的是，一旦发生意外，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他们依然是清醒的。有传言说，潜水员在下桩时总会带着一把剪刀，如果觉得自己上不来了，就会自行剪断氧气管。上来是人，上不来是鬼，这也是工地水鬼名字的由来。如果真的上不来，工地则会赔偿潜水员50万到200万巨额抚恤金。很多人可能不明白这个钻头到底值多少钱，非得人工下去捞。虽然10几万的钻头对于承包商不算什么，但如果任凭钻头躺在桩口下面不管不顾，不仅这个桩会废掉，还会影响整个工程的进度和布局，成本高到难以想象。千里之堤溃于蚁穴，这个工作必须有人干。危险、恐惧和未知造就了这一高薪职业，但工程潜水员却不是谁都能干的。除了需要持证上岗，还得有过硬的心理素质、身体机能。上岸后还要经历2次危险，从高压环境回到地面，身体很难适应过来，轻者口鼻出血，重者危及生命。生活从来都不容易，孩子的笑脸，父母的白发，让他们每天都在拿命赌明天。但他们也是基建中不可缺少的一块砖，哪里需要往哪里搬。正是无数水鬼，才有中国伟大建设。什么人做的鸟笼竟然要卖200万？眼前这个镶嵌着金丝的笼子，就是非遗传承人张大兴做的川派鸟笼。在某宝上花200块就能解决的问题，他凭什么要200万呢？这都要归功于他发明的嵌丝工艺。用其制作出来的鸟笼精美绝伦，细看之下，就连面条粗细的龙丝也是由8层不同的材料镶嵌进去的。而想要达到这种效果，对于材料的选择尤为重要。张大兴选用3到5年的斑竹或楠竹，将其阴干2年半以后，用刀将竹子的皮刮去，检查竹子的内部有没有虫蛀和斑点。这块4厘米宽的竹子就是制作鸟笼大圈的材料。接下来用明火对其加热，等竹子变软之后，张大兴徒手把它掰成圆形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没有机器测量，全凭手艺人的经验与感觉。接着用锯子将大圈多余的部分锯开一道斜口，连接时不仅能增大接触面积，还可以防止后期开裂。为了让接口更加紧密，张大兴又在竹子上打孔，并插入销钉，然后把它们连接起来。这种互嵌式的双接口就是川派鸟笼特有的做法。完成这一步，接下来就可以制作龙丝了。每一根龙丝都必须手工制作，然而龙丝的直径只有2毫米，
如何让几十根龙丝的弯曲度保持一致，在烤丝时十分考验手艺人对火候的掌握。然而，这对于张大兴来说并不是最难的。接下来，他将竹片分割成条，然后用小刀把竹条的带青部分与竹身分离，接着再把带青竹条慢慢刮成比纸还薄的长条。整个过程他必须小心翼翼，屏住呼吸，最后把比纸还薄的青条一点一点镶嵌到龙丝上。这就是他自创的嵌丝工艺。他曾叫价200万的鸟笼华星 A88 就是使用了嵌丝工艺，只不过把竹青换成了金丝。接下来将制作好的大圈进行打孔，每个孔的间隔误差不能超过 0.3毫米，从顶心开始，自上而下，一孔一丝。穿孔时的手法要柔中带刚，善用巧劲。装上龙门，然后装上龙爪和底座，这样一只精美无比的川派鸟笼就制作完成了。因为没有使用100年老竹，也没有用金丝镶嵌，无法像华星 A88 一样标价200万，所以这个鸟笼张大兴打算卖2万元。你们觉得值吗？什么人做的蛋糕能价值20万？就连马云都得排队购买。他就是在世界翻糖蛋糕大赛中碾压一众国外选手的周易，凭借中国风的蛋糕独领风骚，夺得金奖。因为太过强悍，一度被禁赛。他将西方的翻糖与中国的面塑融合，用蛋糕雕塑出少女时的武则天，眼波含情，明眸皓齿，仿佛活了一般。最绝的是笼在美人身上的蝉衣薄如蝉翼，还微微透出皮肤的粉嫩。因为太过真实，裁判一度认为周易在作弊。然而在试吃了一片衣角后，当场打脸，并不得不承认确实是用翻糖做的。凭借这个作品，2017年的国际蛋糕金奖被周易稳稳拿下，甚至有人出价20万想要买下这个蛋糕。除此之外，他耗费4个月时间，把飞天女神和山海经瑞兽融为一体，姿态优美的敦煌神女和长着翅膀的异兽文瑶鱼，两大国风元素的完美融合，让网友直呼舍不得下嘴。大到琵琶，小到发髻，人物的唇膏，脸上的一抹腮红，蛋糕所见之处的每个细节都极其考究，整个场景浑然一体，仿佛天成，让人无法相信这是一块蛋糕。让人想不到的是，曾经的周易却是个彻头彻尾的学渣。技校毕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摆摊，结果却不尽人意。后来根据自己兴趣，以雕刻和面塑为生，又在偶然的情况下接触了翻糖，从此他的人生开始改变，从技校学渣到面塑大师，从摆摊小哥到世界冠军。这简单的几句话，周易却用了14年。但是翻糖创作的背后，周易必须要和时间赛跑，因为翻糖只有在高温软化的状态下才能进行塑形。头部的时限是30分钟，衣服的时限是2个小时，而那些薄如蝉翼的纱衣只需4秒便会彻底硬化，无法再用。为了避免浪费，周易往往一做就是好几个通宵。有时为了做好发饰上极小的珠花，需要将80度的糖浆拿在手中，飞快地拉动塑形，高温把他的手烫出一个个水泡，但他却无暇顾及，咬咬牙继续创作。在周易的身上，匠人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。除了让人直呼不舍的下嘴的美人蛋糕，他还能用翻糖复刻出各种国宝文物：青铜后母戊方鼎、芭蕉纹梅瓶、击鼓说唱俑、珐琅燕子耳冠。因为太过逼真，还被网友调侃，把这些东西拿到潘家园，看看有没有人能认出来。最后，如果你真的花20万买下周易的一个作品，你会吃掉它吗？2根索道吊着一个简陋的铁笼，脚下则是万丈悬崖。这辆毫无安全措施的缆车是村子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，没有一辆车能开进这个村子。在以前，很多媳妇嫁到这里，直到去世也没能回趟娘家。这里就是湖北恩施的余山村，整个村子坐落在海拔600米高的悬崖顶部，1000米宽的断崖横嵌在村口，阻隔了这个小山村与外界的通路。除了跋涉6小时的山路，村民外出的唯一方法便是这个拴在2根铁索上的铁笼子。铁笼子一次能载3、4个人，可村民每次都是大包小裹，包裹压缩了人的空间，因此铁栏子2侧的护栏往往都是大敞4开。每一个乘坐过的人都说过这样一句话：根本不敢往下看。而这条简陋的索道已经运行了30年，零件大都磨损老化，经常出现各种问题，时常将村民运至半路就抛锚罢工。可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铁笼子，承载了村民全部的货物交易与人员流通。其实每一次做索道都像是在赌谁的命大，可村里人依旧把它当成宝贝，1人2元。随着柴油机的轰鸣，缆车穿梭在峡谷的2头。张新建是这条路上唯2的摆渡人，另一位摆渡人是他的父亲。父亲作为村长，带领全村通水通电修了索道，去世后又把这个1年无休的工作交给了张新建。他每天早上在家忙完农活之后，就要步行5公里来到机房，开始他一天的工作。随着对面一声吆喝，张新建开启了索道。他的工作就是为来往的村人摆渡，1人1次收费2元，全村200多位村民，1年下来收入不到5000。但是为了其他村民的出行，他必须留守在整日轰鸣的柴油机旁边。
遇见恶劣的天气，风雨飘摇，村民内心的阴影面积难以想象。村民和阎王都对张新建的动作十分着急，缆车摆渡和灵魂摆渡都决定在张新建一个人手里。为了改变现状，政府拨款和社会人士的捐款，一共募集了32万来改善村里的情况。为了省钱，村民们自己带头当劳动力，一起建成了一个全新的索道。新索道的安全系数大大上升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修了公路，虽然只是一条土路，但鱼山村的茶叶终于可以轻松地运出去了。村民们第一次开上了农用3轮车，踏上了致富之路。相信随着鱼山村村民的努力，建一座桥的梦想可能会在不久之后实现。谁说古人一辈子不刷牙？眼前这团黑漆漆的东西，就是明代皇帝用来刷牙的牙膏。这种牙膏含有珍珠、食盐等珍贵材料，是很多普通老百姓用不起的顶尖奢侈品。然而，在很久以前，古人刷牙的方式只有2种。第一种叫做叩齿，就是上下牙相互叩击。比如在《颜氏家训》中就曾记载，每天叩击牙齿300下。就可以保养牙齿。第二种方式是用手指、杨柳和树枝等工具，通过摩擦来清洁牙齿，但是这样只能清洁牙齿的表面。到了明代，朱皇帝的皇后牙疼，他心疼媳妇儿，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把用猪毛和骨头做成的牙刷，后来取名叫骨刷。如果你穿越回古代，想和皇帝用同款牙刷，那一定得学会牙膏、牙刷的制作。首先从大黄嘴里夺下一块熟牛骨，将牛骨削成扁扁的长条，接着用手钻出大小均匀的14个小孔，将牙刷柄放入碱水中，用大火煮开，这样牛骨中多余的脂肪就被煮了出来。将牙刷柄打蜡抛光后，接着把猪毛放进石灰水中浸泡1夜，可以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。然后将泡好的毛发分成14份，用针线将其穿进打好的孔里，全部穿好并修剪平整，这样牙刷就制作好了。接下来牙膏的制作也不难，首先需要把粗盐放入石臼中捣成细盐，把鸡内金也捣成细细的粉末。鸡内金就是鸡胃里的一层内皮，将其与细盐、竹叶一起混合后，用黄粘土将它们封入竹筒里，然后扔进松木柴里进行烧制。现在只需要把烧制好的竹盐敲碎磨成粉，再加点具美白效果的珍珠和有着清洁效果的竹炭，再加入薄荷，让牙膏拥有清凉的味道。此时距离成品还差最后一步，烧一些草木灰，用纱布过滤掉杂质后得到碱水，将碱水倒入准备好的材料中，像和水泥一样让其变得粘稠适中，这样就做好了古代的奢侈品竹盐牙膏，纯天然没有科技狠活的洁牙套装。你学会了吗？